我不是在执行任务时殉职了吗？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身体。快点儿！上头说只要毁了这太傅嫡孙女的清明，别真动她。知道，京华第一贵女，摸两把不过分吧？古装、太傅、精华，这不是现代，我重生到古代了。不管了，先活命，特警出手，精准打击。怎么可能？贱人，你找死！可恶，这具身体太虚弱了，莫名其妙来这儿，凭什么死在渣子手里？我不甘心。拿下！谢小姐，大人，搜查过了，此地只有那2人，矮的下腹重创废了，高个的左臂被簪子扎了个对穿，手法极准。未来的二皇子妃，一个深闺娇女，竟能用发簪反杀2个壮汉。醒了？这是哪里？监察司的厢房。原主的记忆。锦衣卫指挥使展树，是他救了我。展大人，多谢您救了我，但您不将我送回家，却将我带到这里，是何意？你认识我？展大人威名在外，月前朱雀街一见，自是难忘。上月当街追捕，这位深闺贵女竟记得我。谢小姐见谅，案情未明，本官带谢小姐来监察司，一为救治，二为备案。如今谢小姐醒了，便说说今日遭遇。今日我去京郊清凉寺上香，回程途中马匹突然受惊，车子颠簸倾斜，我撞到头，之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去清凉寺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计划？临时起意。明日宫中春日宴，陛下有意为我与二皇子殿下赐婚，我心中忐忑，便想去寺中静一静。难道有人故意设局，引我撞上谢兰英玉玺？本官手下查验，谢小姐反击手法果断，非同寻常。谢小姐莫非会武？人在濒死绝境，自能逼出潜能。那一刻，我只想活命。还是说，在展大人看来，我当时何该束手就擒，才符合一个大家闺秀的本分？谢小姐言重了，本官只是依例询问，厘清细节。展大人，我并非犯人，乃是受害者。如今浑身疼痛，心神俱疲，想回家了。大人，礼部尚书谢大人在门外等候多时，说是接谢小姐归家。我受苦了。这原主竟是个被娇宠着长大，带着几分古灵精怪、鲜活明亮的姑娘。爹爹，我没事，我们回家吧。好，回家。老太爷请大小姐过去一趟。婴儿才刚回来，惊魂未定，父亲怎么这么急？老爷，这是老太爷的意思，小的不敢违抗。婴儿，你爹爹，女儿没事，走吧。银儿，今日之事我已知晓，祖父叫你来，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那2人可曾真正得逞，玷污于你？这便是当朝太傅谢氏一族真正的定海神针。没有，展指挥使来得及时。好，明日的春日宴你就照常去吧。银儿，莫怪祖父对你要求严格，你在外的一言一行都牵系着谢家的声名与前路。孙女明白。
他竟然还有脸来！若我被人掳走，恨不能吊死以证清白。可惜这个谢兰英原本家世、容貌、才情无一不是顶尖，而今……谢姐姐，你今日脸色怎这般苍白？静书妹妹，你还不知道吗？谢姑娘昨日去清凉寺上香，叫2个贼人掳走了呢。哎呀，那可真是太可怕了。姐姐的身子没被……劳诸位挂心了。第一，诸位也知道我为展大人所救，自然清白。沈小姐如有什么异议，不妨去向展大人求证。第二，沈小姐是太后母家承恩公府嫡孙女，皇后亲侄女，却当众议论未出阁女子清白，既伤风化，也辱了承恩公府教养。这第三嘛，春日宴是御赐的宴席，沈小姐又是满京皆知的未来大皇子妃人选，非要在这时闹出些不好听的出来，究竟想让谁难堪？谢兰英，你不要胡乱攀咬，你的事情我们可都听说了，你少装的没事人一样。清白大过天，你冤枉我便是大事，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吊死在你们承恩公府门口，如何呢？你这个疯子！皇上，皇后驾到！平身。今日百花齐放，诸位千金亦当一展才情，琴棋书画、诗词歌舞，不拘哪一样，尽可施展。胜者本宫自有彩头。早闻谢太傅孙女才情卓绝，是京中闺秀翘楚。今日良辰，不知可否一展才艺，让众人一饱眼福。手腕灼痛未消，抚琴作画皆需稳力，眼下根本无法成人。皇后姐姐，谢姑娘的才气，莫说咱们，便是陛下也是赞过的。只是今日这春日宴，来了这许多年轻的皇子与世家子弟，正是朝气勃勃的时候，不如给臣妾这不成器的侄女岳微一个机会，弹奏一曲，给姐姐和诸位助助兴，如何？齐贵妃娘娘，请替谢姑娘解围。贵妃娘娘是二皇子生母，护着未来儿媳，自然合情合理。只是当着皇后娘娘的面护人，这分寸可不好说。还是妹妹想的周到，本宫倒是疏忽了。谢姑娘，且回座歇着吧。今日便好生赏月便是。谢皇后娘娘，谢贵妃娘娘体恤。你就是谢家那个孩子啊？昨日的事情，朕已经听闻了，你可受了惊吓？回皇上，歹人的确凶恶，万幸锦衣卫指挥使展大人及时赶到，雷霆手段制服恶徒，方得安然无虞。如今想来，仍心有余悸，但性命无虞，清白得保，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既受了惊吓，今日这春日宴何以仍来出席？朕并非不近人情，你若需休养，告假便是。回皇上，陛下赐宴，君臣同乐，臣女又蒙陛下厚爱，为未来皇子妃入选，更知自身言行关乎天家颜面。若臣女缺席盛宴，恐因有心人无端揣测，徒增流言，反而玷辱皇家清誉。臣女不敢因己身微末之事，扰了陛下与娘娘的雅兴，负了圣心期许。横遭祸事还能思虑周全，谢太傅的家风教养果然名不虚传。来人，传朕口谕，赐谢兰因真慧2字，再将新进宫的男猪一侠一并赏下。臣女叩谢皇上隆恩。太后娘娘驾到！谢家那丫头可在？又来了。臣女谢兰因恭临太后娘娘谚训。听闻你昨日去上香遭遇歹人，为展硕所救。回太后娘娘，确有此事。展大人于危难之际施以援手，臣女感激不尽。哀家还听说是他亲手将你抱离，并送上马车的。这句话答不好，便是万劫不复。回太后娘娘，
彼时臣女力竭昏迷，展大人乃是事急从强，为免臣女伤重难行，延误救治，方行此权宜之举。爹是出于救护之心，绝无他意。既如此，倒也简单。展硕救你于危难，免你清白受损，此恩非同小可。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与他有了这般肌肤接触，纵是事急从权，传出去终究与你名节有草，日后难免被人指指点点，于皇家体面一是不妥。依哀家看，不如就此宣道懿旨，将你许配给展硕，结为百年之好。一则你以身相许，报了他这救命大恩，全了知恩图报的礼数；二则如此一来，昨日种种变成了夫妻间的缘起，任何流言蜚语皆可不攻自破，也彻底免了你与谢家的后顾之忧，两全其美，岂不甚好？我本就筹谋着借这桩婚事，将谢家的清流人脉与边关兵权尽数绑上我的征楚棋局，这是我拿下楚威最关键的一步棋。太后轻飘飘一句话，便将我全盘谋划砸得稀碎。祖母，怎么会是展硕？说起来，明昭这孩子也急惯了，婚事一直未定。哀家瞧着，今日这春日宴，春光正好，不如也一并定下。双喜临门，礼部左侍郎秦望之之女秦之薇，哀家觉得那孩子秉性端庄，与明昭倒是般配。竟然并非沈氏人选。沈静书多年来一直按宫廷礼仪悉心教养，她原本是众人眼中最有可能入主东宫的人选。这原本关乎沈氏多年经营的宫廷位置，太后今日亲手改写了这个旧例。太后这所谓恩典量得刺骨，周遭这场政治风暴更让我明白，我不过是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母后思虑周全，所言甚是在理，尔等可有异议？父皇，静听，太后与朕已有决断，休得多言。传说太后恩典，朕之允准，你可有异议？太后隆恩，陛下厚爱，臣叩谢天恩。那封匿名信，莫非是太后的手笔？太后真老谋深算，既消了陛下对沈家外戚专权的忌惮，又断了二皇子借联姻拉拢谢家势力的念头。大皇子娶清流文官之女，既能安抚沈家，也绝了日后外界伟大不料的隐患。只是锦衣卫与朝臣结为姻亲，往后陛下难免疑心我行事偏私。好，谢兰英，太后与朕爹是为尔名节与终身考量，展青乃国之栋梁，前程远大，你谢恩吧。臣女谢太后娘娘隆恩，谢皇上。还真是身不由己，与锦衣卫联姻，谢家百年清誉，恐怕也将受人诟病。罢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保全自身。圣旨到，谢氏延卿及女兰因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锦衣卫指挥使展硕与谢氏女兰因危难结缘，堪回佳偶。今承太后慈谕，特赐婚配，于5月初5端午佳节完婚。钦此。5月初5，今日已是4月中旬，满打满算不过半月之期。皇家手段果然雷厉风行，不给谢家丝毫喘息之机。谢主隆恩。这里是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赏给谢小姐压惊安神的一些药材补品，给小姐调养身子，也好安安稳稳待嫁。谢太后、皇后娘娘恩典。清代白纸，关于展硕展指挥使，外间可有什么说法？你们听到了什么？不拘大小，都说与我听。回小姐，奴婢打听到展大人出身寒微，父母早亡，在京中并无其他亲眷。如今虽身居高位，但在衣食住行上颇不讲究，府里伺候的人也少，宅子冷清得很呢。父母双亡，倒也免去了侍奉翁伯的复杂人情。还有呢？小姐，奴婢还听到一个关于展大人出身背景的传闻，只是什么？说便是，这里没有外人。展大人他原是在已故的安远侯陆文昌麾下效力，据说曾是侯爷颇为看重的亲卫。10年前，北境洛英潭一役，安远侯父子连同8万护国军尽数殉国，尸骨无存。可奇怪的是，作为侯爷亲卫的展大人，却独独逃过一劫，安然回京了。后来，展大人便以递送关键军情与追查中忠诚能干，被皇上破格提拔调入锦衣卫，
此后一路升到了指挥使。落英剑8万亡魂，主帅亲卫独活回京，却得地心简拔，青云直上。斩硕此人，莫非是恩将仇报，卖主求荣？小姐，若传闻是真的，这位展大人岂非心性凉薄、手段狠辣之人？这婚事……这些话出了这个门，不要再提，更不许与人议论。是，小姐。大小姐，老太爷让您过去一趟。大皇子婚期定在4月年8，比孙女还早上7日，连大皇子都要奉旨成婚，我们谢家也不好有什么怨言了。丫头，你有什么怨言？祖父，被当作棋子任人摆布，难道您没有怨言吗？与锦衣卫成亲，孙女的名节，乃至谢家的百年清流之名，都在皇权面前不堪一击。糊涂！这样的话，除了这扇门，往后不许再提。谢家所谓的清流之名，本来就是烈火烹油。祖父，天子的信任何脆弱？谢家以清明立足，本就是靠一次次妥协换来的。官场有句老话，为官须思退。谢家远没有你所看到的那般强势，皇城之内无人能脱离皇权掌控。我明白了，祖父。你没有明白。你让那2个小丫鬟去查了展硕吧。什么都瞒不过祖父。查出什么了？此人卖主求荣，手段酷烈，然而深得地心，是悬在百官头上最锋利也最不可控的一把刀。虽女自知愚钝，所见所闻不过规格方寸。敢问祖父，在您眼中，展硕是个什么样的人？此人从一介孤卫到权倾北镇抚司，此期间艰辛诡谲，非仅凭运气或谄媚可成。他极善隐忍，亦懂取舍，外界谤他、惧他、厌他，他却似浑不在意，只将手中权柄与帝王信众越攥越紧。此人的确是一把利刃，锋锐无比，却也过刚易硕。祖父是觉得他并非传言那般不堪。落英剑一案疑点颇多，陆文昭何等人物，用兵如神，老成谋国，岂会轻易中伏？兰因，很多事情的真相需要你用心去辨。一向聪慧，嫁给展硕也不见得就是绝路。祖父与你说过，福祸相依，谢家与锦衣卫结亲，亦可能是一步新棋。你和谢家都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你总以为自己是棋子，可你的棋艺是跟祖父学的，难道你没有胆量落子吗？是啊，我为何不能把握住一切可利用的东西，为自己杀出一条路？祖父，孙儿真的明白了，无论展硕是怎样的人，这门亲事已定。我会记住祖父的话，试着去落子。这一问一答之间，我看到了兰因的不甘、清醒，还有转瞬便能化愤懑为谋断的韧性。以兰因之心性，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为谢家撑起一片天。明白便好。兰因，你虽聪慧，可此局恐是你此生最凶险，也最能磨砺你的一局。进来。这是青莹与墨雨，他们自幼受谢家恩养，训练有素，忠诚无二，从今日起便跟着你。他们只听命于你，连同他们的命都是你的。如何使用，你自己斟酌。起来吧，今后有劳二位。愿为小姐效死。这近日你便在房中称病静养，成亲之前无事不要外出了。是。过几日须赴大皇子婚宴，请帖上点名邀请了你。这场婚宴恐怕不会太平啊，万事需小心谨慎。是，祖父。展大人心里头该不会正偷着乐吧？谢太傅嫡孙女，百年世家贵女，咱们平日哪儿高攀不上，还是京城第一美人。这艳福当真羡煞旁人。艳福，向同志，你是案子查得太少，闲得发慌。于我而言，这桩婚事从头到尾皆是算计，无半分真情可言，和公务没什么两样。大人，谢家传来消息，说是谢姑娘病了。病了？短短几个时辰，
他就病了。展指挥使，谢大人，下官前来探望谢小姐。按古礼，纳采用宴，此乃下官亲赴城外列德，谨表威意，望谢小姐早日康复。展指挥使有心了，小女在后院听雪轩静养。绿荷，带展指挥使过去吧。是。谢小姐，展硕前来探视。门未锁，展大人请进。展大人请坐。谢小姐，看来贵体并非传言中那般沉重。哦，那么展大人是希望我如何呢？展某如何希望并不重要，圣意已决，太后慈谕已下。至于谢小姐是卧是坐，是病是安，想必谢小姐自有决断。展大人此言差矣，我认为展大人是如何想的很重要呢。展大人平日里可有什么喜欢的花草？花，恐怕令谢姑娘失望了。展某一介武夫，不识风雅，也无心于此。唯有城外野地里那种烧不见踩不死的狗尾巴草，倒还算是顺眼。见生耐折腾，不起眼，也没那么容易除掉。是吗？那倒真是巧了。我不爱牡丹芍药，也不木兰草幽菊，我最喜欢的是蒲公英，可每一吹便散了。看似柔弱贫瘠的石缝墙角，只要有一点土，一滴水，就能死死抓住，重新扎根，长出新的模样。不起眼，但能自谋生路，也够顽强。这是我为展大人准备的新婚礼物，虽粗糙，却是亲手所做。不知展大人除了大宴以外，是否也费心为我准备了什么？自会为姑娘亲手准备。如此，兰英便翘首以盼，静候大人的心意了。还有些话，我想在婚前与展大人说个明白。无论你我因何结缘，既然命运将你我捆在一处，有些规矩，我希望能在最初就立下。成婚之后，我希望展大人身边只能有我谢兰英一人，女婢、通房、妾室、外室皆不可有。无论你我今后有无子嗣，无论外人如何议论，无论你是否真心悦我，展大人，这一条你可能做到。谢小姐，若我做不到，你待如何？我当然不能奈何展大人。展大人风姿卓然，气度不凡，更救我于水火。我对展大人可谓一见倾心。谢小姐的倾心是否太过轻率了？大人不信也正常。此前不敢表露，只因陛下多疑，太后深沉。若叫天下人以为我对展大人情深，那我遇险，你相救，乃至赐婚，落在有心人眼里，只怕会被说成是我们为抗圣意自导自演。赐婚旨意一下，你我命运便已绑定。不管你认不认，我日后一言一行，安分或是生事，清白或是污名，都会直接牵连你的官声、权柄与前程。抛开太后旨意、陛下恩典，朝局算计不谈。于我本心而言，我确确实实是盼着能与展大人一生一世，仅此一双人。谢小姐是在拿名声威胁我。为何要闭眼？我只是想亲眼看着展大人是如何亲我的。谢小姐为了在我这里求得一个与众不同的位置，还真是煞费苦心。若你能谨守本分，不惹事端，我就答应你所提出的要求。老奴姓赵，是谢夫人身边伺候的。这位是奉我家大小姐之命，特来拜见展大人，并赠量一下大人府上预备给大小姐婚后居住的院子。大小姐吩咐了，想提前按着自己的喜好布置妥当，以免婚后仓促。大人，谢府来人了，说是奉谢大小姐之命来丈量婚后居住的院子。带到前厅。是。奴婢赵氏给展大人请安。无需多礼，谢小姐有心意。只是这宅子空置10久，各处都需修整，具体哪处院落事宜尚未最后定夺，此事丈量恐有差池。大小姐体谅大人公务繁忙，不敢劳动大人为内宅琐事分心，故而命奴婢先来看看，不管哪个院子，大致量个尺寸，大小姐心中也好先有个筹划。我们做下人的定会小心仔细，绝不敢惊扰大人。
谢兰英这是在划自己的领地，也是在试探我的底线。赵嬷嬷回去替我谢过谢小姐费心，但修缮院落如要合乎心意，就要亲眼来看。转告你们小姐，改日我会亲自带她过来看，届时何处何意，如何布置，由她当面定夺即可。是，奴婢一定将大人的话一字不差地回禀大小姐。有劳，管家送赵嬷嬷出去。展大人，谢小姐，今日气色尚可。劳大人挂心，已无大碍。此处便是展某居所，谢小姐，请。此番置物或安置随行人等。展大人平日居于何处？暂作书房与西席处，婚后正房自然归谢小姐。这是婚后要跟我分居的节奏吗？如何布置陈设，一样所需，皆由谢小姐自行定夺，无需过问展某。既如此，便多谢展大人信任。兰因却之不恭了。谢兰因接受的太快，也太稳。东厢阳光充足，空间敞亮，可为书房。此处书籍器物，谢小姐可随意添置。这是后诏院，此处可安置你带来的女眷仆从。这里足够私密，也足够与世隔绝。后门在何处？通向后面的夹道，平日不开。以后得把钥匙要到手，从这里进出很方便。这不是家，是一座功能明确、防御森严的堡垒。这哪里是人的后背，分明是铜墙铁壁。等一下，想过试探，也不是用这种方式。这算什么？投怀送抱，还解人腰带？大人，猝死算了。出去！可有伤者？无碍，鼻子有些酸，现也好了。谢小姐以为如何？展大人此处根基牢固，格局方正，视野开阔，利于警戒，空旷便于掌控，不留死角，留白甚多，可塑性强。作为官署别业或临时住所，堪称典范。谢小姐不嫌简陋便好。具体需要添置何物，改动何处，可列出清单，交予管家办理。若有需要匠人之处，亦可安排。不必劳烦管家，些许布置而已。我身边带的人手应当够用，只需展大人允准，让我的人可自由出入即可。可，我会吩咐下去。有劳展大人带我走这一遭。1日后，我会遣人过来开始布置，不会擅动主体格局，亦不会打扰大人。有劳。哟，头儿，您这勘察宅邸，勘察的可真是深入细致啊！怎么样？你很闲，
不咸不咸，就是吧。清风那小子回来，脸都憋红了。我这不是担心吗？怕里头出了什么不可控的突发状况，比如未来嫂嫂对宅子不满意，气得动了手，还是说头头您终于开了窍，知道婚前得先……向达，你如此关心本官的婚事，可是羡慕了？需要本官奏明陛下，也为你指一门好亲事。刘千户家那位据说能徒手劈砖的嫡女，似乎正值的爱子闺中，与你甚配。嫣儿回来了，如何？展家的宅院可还过得去？母亲放心，那宅子格局方正，坐北朝南，敞亮通透，屋宇也结实。只是展大人独居，疏于部派，略显空旷些，正好由着女儿心意慢慢添置。那就好，那就好，娘就怕委屈了你。你的嫁妆自你及笆那年，娘就陆陆续续开始攒了。原本想着慢慢预备，总要最周知体面才好。谁成想，好在时日虽紧了些，底子却是早打下的，该有的都有，绝不至于仓促失礼。四季衣裳、头面首饰、绸缎皮料、家具摆设、田庄铺子的契书，单子都理好了，晚些拿给你看。还有，你舅舅从北边托人捎了信和好几大箱东西来，说是给你添庄，多是些皮子药材，还有些北地特色的玩意儿，坚固耐用。他信里说边关粗陋，比不得京城精细，让你别嫌弃，捡能用的都带上，好歹是份念想，也能壮壮胆气。是，娘。女儿稍后便去库房看看舅舅的心意。去看看，缺什么想添什么，尽管跟娘说。这几日好好歇着，养足精神。展宅不是闺阁，也不是寻常府邸。既然要住进去，就不能只想着好看，要能用，也要能守。最东一间做卧室，隔出2个衣帽间，贴身之物必须自己长着，相连一间设书房，要明亮也要安静。以后要查的要记的都会越来越多。正中明间做客厅，展硕若来，这里便是共处之地，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西侧一间做日常用膳的小厅，人活着总要先吃饭。最西一间宽敞，正好做洗漱沐浴之所，干净隐蔽也方便，刚好，不多也不少。琴棋书画，风雅闲趣，那是从前的谢兰英该有的东西。如今的谢兰英最该有的是退路。后诏院期间，先只用3间，一间仍做书房，不能摆在明处的东西就放在这里。这具身子太弱，若再遇险，不能只等别人来救。贱人，找死！练无事必须有。最后一间做司库，嫁妆、契书、药材、兵器，凡不便示人的，都要有地方收着。其余4间先留白，可信之人不能一次全摆出来。展宅是展硕的堡垒，但这里会是我的第1块地盘。青影，小姐，按这个布局，明日开始你去展宅，白芷会与你同去，明面上以他为主，你协助，一定所需物事，我已吩咐外院管事备齐，会陆续送去。是，多看多听，那宅子里的人事物，哪怕再深微，留意着。小姐是要奴婢查展宅？不是查，是熟悉。奴婢明白。尤其是出入口、守卫换班、厨房水井、后门夹道，还有那座没有匾额的独院。那座独院，展大人没有向小姐说明？没有，所以更要记清楚。奴婢明白。今日便与白芷沟通清楚，明日辰时准时出发。是。别动！引诱吗？他并非真的无动于衷。那不是家，是一座堡垒，每一寸空旷都是为了视野无阻，每一件家具都在最合理的位置，没有个人痕迹，就是不给旁人窥探他的弱点。展硕把自己活成了一柄刀，连安寝之所也像刀鞘。既然如此，不能硬闯，
我要在他的规则里先争到自己的地方，然后让他习惯我的存在。展大人，你的规矩我会学，但我的路也要自己铺。还以为会告病不来呢。皇子妃便锦衣卫夫人，跟谁不憋屈？瞧那身打扮，素得跟守孝似的。谢姐姐这身打扮，倒像是来吊唁的。礼记有云：“礼者，敬而已矣。”今日是大殿下嘉礼，我等为宾，衣着简素，显敬重之心。倒是妹妹这身红，不知道的还以为今日是妹妹出阁呢。静茹，贵妃娘娘有请，请小姐随奴婢一步。姑娘，我方才饮了几杯，此刻有些头晕，能否稍歇片刻？这贵妃娘娘还等着呢，就走不动了。劳烦姑娘去禀告贵妃娘娘，容我缓一缓。那小姐稍坐，奴婢去寻个软轿来。谢小姐，指挥使大人有请，请随我等一步。你们是何人？展大人为何此时寻我？机密之事，不便多言。小姐，您回来了。席间可有变动？沈家那位小姐也离席了，往西边去了，正是小姐方才走的方向。臣弟祝皇兄皇嫂永结同。彻儿，护驾！锦衣卫，太医。是贺帝红，朕是封侯。谁经手过这武器？持藏毒囊，见失败自绝了。陛下，此物查！所有人原地止步。西偏殿方向，一炷香前，一个宫女袖口有贺字，步履急却无声，是练家子。禀陛下，太后、指挥使，西偏殿第3间厢房暗格搜出密信和鹤顶红，另有北狄王庭特制弯刀一把。人呢？那宫女欲咬舌自尽，属下卸了她下巴，查验口腔，舌根下有烙印，北狄弦月徽记，4当死士。好一个一石三鸟，毒杀大皇子，嫁祸二皇子。待我朝内乱，北狄铁骑便可南下扣关。满意安敢如此？还有，二皇子的酒中被下了春风度，诱其离席，以便栽赃。那逆子现在何处？放开我！不是，是有人害我。兰英，兰英呢？方才不是还在我怀中？逆子！陛下明鉴，小女定是被人陷害。爹，是二皇子他强迫女儿。你胡说！分明是你自己投怀送抱。够了！北狄细作即已落网，此案便交由赵玉深挖。至于敬亭，禁足宗人府3月，抄孝经300遍。什么时候抄明白了，什么时候出来。母后处置得当。闪说，臣在。你虽揪出北狄细作，但安防有失，致使大婚见血，皇子失德，该当何罪？臣甘领责罚，20停变，即刻执行，以儆效尤。罢了，今日终究是明朝的好日子，血光太重不吉利。过几日也是你大婚，剩下10磅记下，若再失职，加倍惩治。谢太后恩典。青影，属下在，带我去一趟斩府。
何人深夜造访？我来探望大人的伤势。竟然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谢小姐这是做什么？顺手为大人上药。大人这样坐着，我不好施展，最好推去上衣，伏于榻上，方便我上药。谢姑娘可知自己在说什么？自然知道，你我7日后便是夫妻，此刻避嫌，未免矫情。还是说，指挥舍大人身经百战，反倒不如我一个小女子放得开？谢小姐待人一向如此，不拘小节。不，只对即将与我共度一生的未婚夫婿如此。跟谁学的？家中的老军医。谢家府中还有老军医？信不信由大人。你我即将成婚，何必时时猜忌？今日宴上几处关窍，我思之不解。既已来了，便想向大人请教一二。第一，引我去西内厅的宫女究竟是不是齐贵妃的人？谁有能力在宫中安插这样一枚棋子？第二，那2名伪装锦衣卫的刺客，身上带着二皇子府的纹样，但痕迹太明显，他们真是二皇子的人，还是有人要嫁祸于他？第三，沈静书为何会恰好出现在那里？他与二皇子之事是被人将计就计，还是……谢小姐才为我上药，这就要收取回报了？还是谢小姐你先答我吧，你是如何察觉那宫女可疑的？她身上有极淡的玛草与铁锈味，与宫中惯用的熏香不同，且行走时步履虽急却无声，是练过轻身功夫的底子。果然敏锐，那你跟着齐贵妃宫女都停住了？原本是想将计就计，看看幕后是谁要算计我，可走到半路，忽然怕自己若真入了局，难以脱身。谢小姐，你可知今夜你若真跟到底，会遇见什么？二皇子要你婚前失贞，顺势纳你为侧妃，引你去西内厅的宫女出自二皇子，可那2名伪装锦衣卫的刺客却出自沈家。沈家为何要插手？沈家比二皇子想得更深，他们识破了二皇子的局，却决定将计就计。无论你是被引至西内厅，还是被锦衣卫中途劫走，明面上一切都会指向二皇子强夺臣女。可实际上，沈家为你准备的良人是沈尚书嫡长子沈明琛。若你中计失身于他，沈家便会宣称是你与沈明琛两情相悦，不满赐婚，相约私会。届时谢家为保你名节，沈家为全族声誉，两姓高门共同施压，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顾全事情，改易婚约。如此，沈家既断了你嫁入皇室之路，又借联姻将谢家绑上自家战车，而二皇子只会落个强夺臣妻未遂的污名。那二皇子与沈静茹？二皇子却被北狄细作下了药，但沈静茹是自作聪明，暗中尾随你想抓把柄，却反被卷入局中。谢小姐，现在你可明白，这宫墙之内，看似冲你而刀柄却握在不止一人手中。有人要你身败名裂，有人要你另嫁他们，有人要你成为撬动棋局的戏子。展大人，不要说的好像置身之外，别忘了，我是你未过门的妻子。展大人连自己的未婚妻都护不住，恐怕令锦衣卫颜面扫地吧。这枚蜡丸是今日有人悄悄塞进我袖带的，大人不妨猜猜，若我今日好奇打开了它，里面会是什么？是沈明琛的私信、定情信物，还是足以让谢家满门抄斩的致命证据？此物便留给大人，是毁是留，是查是压，全凭大人决字。不敢轻动。美人计是虚，剖白是诈，是若是饵，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寻常男子若陷进去，怕是连骨头都剩不下几个。大人，可需属下重新为您换药？不必。他的手法比你利落，是属下学艺不精。从今夜起，你带一队人，12个时辰轮值，暗护谢小姐周全，直至大婚。是。青颖，你可知民间妇人若暂时不愿生育，是如何避子的？回小姐，民间确有法子，有用鱼王或羊肠制成，男子佩戴；亦有服药汤，是针法，但多有伤身之患。果真有鱼王，效果如何？若制作得法，确有7、8成效用。只是什么？此物终究粗陋，且需配合高门之中
甚少有用此法者。伤的是女子的根本，自然方便。去寻可靠之人，用最上等材料制作，要薄而韧，密封妥当。小姐，您这是？照做便是。此事你亲自去办，不许经第二人之手。还有，是再寻一副婢子的药方，要尽可能温和，不伤根本的。小姐，您与指挥使大人若已成婚，若迟迟无死，恐怕会遭人非议，惹展硕生疑。去吧，顺便让墨雨来见我。是。不是一辈子不要孩子，至少不能是现在。小姐，起来说话。轻盈细致，墨雨锋锐，二人是血亲，可互为依仗，亦能彼此制约。还有这两人过于出众的模样，做暗卫太扎眼，放在你未来指挥使夫人贴身护卫的位置上，正好充当门面和威慑。祖父就真没考虑过，这门面或许也会成为某种微妙的考验。罢了，若展说连这点格局都没有，也不配坐在如今的位置。退一万步说，这或许也是观察展少心性与气量的切口。若谢家待我有半分刻薄，或这身份带来的尽是枷锁，我说不定真就带着清景墨玉，卷上金银细软，远走高飞了。天高地阔，有钱，有忠心护卫，游历山河，自在逍遥，岂不比困在京城棋局中痛快？可谢家待我有真心，祖父、父母也都在为我周全。既接手了谢兰英的人生，就得扛起谢兰英的责任。墨雨，查我在京郊遇袭那日，展硕的出现究竟是偶然路过，还是早有安排？小姐怀疑指挥使大人与那场袭击有关。怀疑没用，我想知道展硕的底线究竟画在哪里。属下领命。慢着，此事非同小可，探查对象更是锦衣卫指挥使。墨雨有把握不被展硕发现吗？回小姐，指挥使大人确非常人，其警觉性与反查之力，天下罕有，故属下所查将是事而非人。当日北郊所有路径的车辙、马蹄印记，方圆10里内可能存在的瞭望点或信号残留，是否有近期人为清理或伪装的痕迹？甚至京城几处可能传递特殊消息的暗桩，在那前后的异常动静，痕迹若在，必在事中而非人身。若事本无痕，则说明其安排之周密，已非属下所能及。此结果本身亦是一种答案。至于能否全然不被察觉呢？若指挥使大人因此事本身被触动而展开反向行查，属下有70%把握可中断探查，隐匿脱身。让若大人是因其他缘故，早已对小姐身边之人进行常态监控，则无论属下动与不动，皆在其目内，请小姐定夺。既如此，此事暂且搁下。贸然触动，恐打草惊蛇，反而不美。墨雨去查另一条线。展硕此人，在成为安远侯亲卫之前，乃至在落英宴之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小姐要查展硕的旧事。我要知道的不是市井流言，而是切实的能拼凑出展硕性情本源的往事。譬如展硕少时经历、入军缘由，在侯府期间有何特别之处，或经历过何种重大转折。查根骨，而非看皮相。我要的是能解释展硕今日为何是展硕的那些因。属下明白。属下还有一事需禀报小姐。说。从昨日酉时起，谢府外围3街之内多了12处固定哨位，另有3组游动暗桩，皆是锦衣卫的布置手法。锦衣卫监视得很隐蔽，但未刻意隐藏踪迹。展硕倒是坦荡，无妨。墨雨按计划去查，避开正面冲突即可。是。墨雨，小姐，小心些。属下定不辱命。大人，进来。大人，谢小姐身边的贴身玉女白芷在府外求见，说有要务需当面呈交大人，让白芷进来。是。婢子白芷参见指挥使大人。起来说话。这是我家小姐命婢子务必亲交大人的。小姐说是特为大人配制的伤药，于陈年旧伤最是有效，用法已写在里头。有劳，替我谢过你家小姐。若大人无其他吩咐，婢子便告退了。退下来。昨日关大人背记陈年旧伤，恐天寒阴雨时疼痛难耐，特以参胸、丹参、乳香、没药等12味药材合制此膏，每日晨昏取黄豆大小，掌心化开，敷于患处，3月后可缓7、8分。
大人，清风，属下在。拿给府医验验成分。大人，谢小姐她应该不会验，不是宜谢兰因，是要知道谢兰因用了哪些药材，分量如何。是。凭什么？孤是皇子，是父皇最宠爱的儿子，凭什么要禁足3月？凭什么不能娶谢兰因？殿下，明琛，你来的正好，本姑出去，姑要去抢亲，姑要去找父皇收回成命。殿下冷静。您就算出去了，又能如何？当众抢亲，还是大闹婚宴，惹得陛下彻底厌弃你吗？可姑不甘心，他本该是姑的，是姑先向父皇求的赐婚，是太后那个老东西硬把他指给了别人。殿下，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但若殿下真的心有不甘，或许还有转圜之机。什么短计？若谢兰因在大婚当日暴毙，这婚事自然作废。暴毙？你是说是杀人？臣什么都没说。臣只是觉得殿下对谢小姐情深意重，不该受此委屈。至于该如何做，殿下是聪明人，自有决断。这是西域来的醉梦散，服下后如同死亡，3个时辰后自然醒来，绝无任何痕迹。殿下或许用得上。兰因，别怪我，人也好，权势也好，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父亲，我已经将毒药给2皇子了，他还以为那是让谢兰因假死的醉梦散。这一次一定要万无一失。北狄那边又催了，他们说若大婚当日还不能得手，之前的约定便作废。父亲，北狄狼子野心不可信，这分明是借刀杀人，一石二鸟。我如何不知？可他们忘了，这里是大圣京城，不是他们能驰骋的草原。想拿我沈家当刀使，也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命握刀。北狄人想玩借刀杀人，那我们便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握刀。明晨，动用影蛇。父亲，影蛇是咱们在宫中和各府埋的最深的钉子，若为了一次暗杀，此刻动用，此事不用更待何时？大婚当日，我要谢兰因暴病而亡，死因要查不出任何破绽。谢家好好一个嫡女，大婚当日却暴毙在她的喜轿里，你猜谢家和边关的林焕之会不会将这笔血债算在他锦衣卫的头上，让他背着克妻的衰名带去承受谢家的怒火？这死局足够他斩硕消瘦了。去办。是，儿子定不辱命。开庄。第一台，京郊良田200亩地契，城南3进宅院，通州2处铺面文书，绫罗绸缎各色144匹。谢家不愧是3代清流，嫁孙女连这等无价的学问都陪送，何止？你看那匹霞光锦，我活了50岁，在京城待了半辈子，也就见过这一回。展指挥使真是好福气啊，娶了个才貌双全的嫡女，这辈子值了。展大人，谢府嫁妆72台，请大人过目。有劳。验收完毕后，悉数抬入后诏房库房，着人仔细看守。是。婢子白芷，给大人请安。小姐吩咐，此物是她给大人的新婚礼物，亲手所做，愿大人不嫌粗陋。替我多谢你家小姐。原来如此，并肩而立吗？这女人连送礼都送得这般刁钻。大人，时辰到了。知道了。大人，路县沿途弩手、暗桩、游哨均已就位。宫中赐下的合金酒、喜饼已验，无任何毒物。吉时将至，迎亲。是。快看，展指挥使当真威风！听说新娘子是谢尚书家的千金，才貌双全呐。这排场，我看比皇子大婚也不差什么了。
小婿斩硕，迎娶贵府千金。这若不是不能破了规矩，真希望斩硕能早点帮我把这老五的心。昨晚无论发生什么，失手了。公子，前面就是长乐坊，或许我们在那里设伏。不必了，这次不过是投石问路，试试他罢了。真正的大礼还在后头。恭喜展大人，指挥使大喜，百年好合啊！这是太后、皇上御赐的3壶美酒。谢太后，谢皇上。大人，后车房库房方向有动静。何时发现的？半炷香前换岗时，是属下失职。进去看了吗？上尉，等大人示下。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不对，加强守卫，所有架桩香笼全部开箱查验。大人来的还挺早。那就把珠冠摘了吧。哎，大人小心些，这珠冠不好摘，左侧下有个暗扣，需先向右旋半圈，再轻轻向上推。这样。倾斜，对，就是那里。后面里还有3坡场簪，要按顺序取，先左后右，最后中间位置。好了，多谢大人。喝紧酒，该喝了。你先吃点东西，等我回来。查验完毕，发现了曼陀罗花粉，已处理。查出来源了吗？装花粉的布袋是出自沈家。大人，有刺客行刺齐王，但齐王受惊，宾客大乱。你去封锁出口，去查齐王今夜的酒水食器。不对，声东击西，真正的目标在这里。守死正房，任何人不许进出。有人强闯，格杀勿论。李嬷嬷，何事？大人方才吩咐，怕夫人劳累，让老身送碗热汤面来。夫人，厨房李嬷嬷奉大人之命送面。进来吧。嬷嬷怎么称呼？唤我李婆就好。大人让我做了面送来。事起仓促，未能留活口，请小姐责罚。是我的人，把他抬下去。后面如何做，想必你清楚。属下遵命。清理干净，封锁厨房。今日当值者一个不准走。是。殿下受惊了，从刺客身上搜出此物，乃北狄纹样。今日是臣府上守卫不周，请殿下宽心。此事锦衣卫定当彻查，3日内，臣必给殿下与皇上一个交代。臣指挥使办事，本王自然放心。今夜扫兴，摆驾回宫。夜色已深，我等也不便多留。展大人，告辞了。今日招待不周，刺客假扮李嬷嬷送面，夫人身边一名暗卫，一招必敌。属下无能，此前竟未察觉府中潜入了这等高手，是从权宜。他跟夫神加入这龙潭虎穴，必有地带。只是这地派潜入的着实悄无声息。夫人受惊了？无事，人多眼杂，大人的人看顾不过来，也正常。宾客都散了，剩下就是我们的时间。喝了合卺酒，我们才算礼成。等等，方才那李嬷嬷进来时，这和茗酒便已备在桌上了。是该再宴。青莹，在。
死了。大人，李公公携太后准备的合卺酒前来，要见证礼成，好回宫复命，让他进来。是。咱家给指挥使大人夫人道喜了。太后娘娘心系大人婚事，特命咱家送来亲自煎酿的和节御酒，务必要亲眼瞧着二位饮下，沾沾这圆满的喜气，才好回去让娘娘安心。李公公辛苦，我与大人蒙太后赐婚，已是天恩傲贺。如今大婚之夜，太后还如此挂心，竟劳动公公深夜前来，实在感激不尽。夫人言重了。太后娘娘常说，指挥使为国尽忠，夫人出身名门，实乃天作之合。娘娘是真心盼着二位百年好合，琴瑟和鸣。是啊，太后定是希望我与展大人百年好合的。既然如此，想必公公也听说了，今日这婚宴颇不太平。太后娘娘的美意，我们夫妇心领，只是这接连受惊，实在有些杯弓蛇影了。为不负娘娘这片心意，也为了安我们自己的心，我想当着公公的面再验一验这酒。公公，您看不过分吧？夫人谨慎些，原也是应当的。只是这酒乃娘娘亲赐，意义非凡，若随意也显得对娘娘不够信任。公公说的是，正因是太后娘娘亲赐，意义非凡，才更不容有失。若因我们疏忽，被小人做了手脚，那才是伤了娘娘颜面，辜负了娘娘一片苦心。既然夫人心有疑虑，李公公又觉为难，那便验吧。验清楚了，你我安心饮酒，李公公也好安心回宫复命。太后娘娘仁厚，定能体谅。既然展大人也开了口，那便验吧，验个分明也好。谢公公体谅。青影验。死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酒是直接从娘娘私库取出，一路由咱家亲手看管，绝无他人经手，怎会如此？酒是公公亲手带来的，公公方才也说了，要亲眼看着我们夫妇饮下，才好回宫复命。展大人，此事必有蹊跷，有人要害咱家，要害太后娘娘清誉，您明察啊！细雨。属下在。将李公馆及其随从一并拿下，将今夜东厢房发生诸事原本诊，禀告太后娘娘。是。我是被冤枉的呀，大人，冤枉啊！那酒中果真有毒？不知，或许有，或许没有。不过不管有毒没毒，那鸽子都会暴毙的。夫人好手段。比不得，还是大人配合的好。这次该轮到我们的合卺酒了。现在这酒干净，我们喝下，礼就成了。给你，我亲手做的。别动！里面是淬了毒的针，危机时可防身。机关连出2次方能射出。将此等利器赠我，就不担心有朝一日我会用它误伤了大人您吗？你别误伤了自己就好。簪身是雷击木，木质坚密，百年不腐。此木据说能辟邪除秽。大人的心意我很喜欢。既然如此，不若就请大人替我簪上可好？还早，再睡会儿。屏风右后侧的柜子里是给你准备的衣物，分门别类已经放好。最上层是今日进宫要穿的麒麟补服，熏过松柏香。给大人夫人请安。今日是我入府第1日，何府上下皆用心当差，各赏半月月例。谢夫人恩赏。唯有一事望诸位牢记：正院及后诏房，除我与大人贴身随侍外，
未经传召，任何人不得擅入。若有犯者，无论原物，一律杖毙。照夫人的话办。你们几位主管，府内账房、厨房、库房洒草针线诸事，仆役32人，以后也皆由夫人统管。是。大人，昨日那些事可有了结果？搬做厨房李嬷嬷的是北狄的暗桩，太后身边的李公公是沈家的人，但从他身上搜出的醉梦伞药瓶底却烙着二皇子府的暗记。沈家将自己摘了出去，最后此事只能当做一桩不堪外扬的恭维口闻。李公公疾病暴毙，便算了结。指挥使大人、夫人至宫门。臣斩硕臣父谢氏，叩见陛下、太后娘娘。平身。倒是个齐整孩子，谢家教得好，端庄之礼。斩硕，听闻昨日大婚，你府中颇有些热闹。禀陛下，昨夜确有宵小作乱，幸得陛下洪福庇佑，府中护卫得力，未酿成大祸。涉事之人已按律处置。哦，朕听说是北狄的细作。是，经查，乃北狄3王子麾下死士，潜伏已久，意图趁乱生事，坏我朝喜庆。好了，你们既已成婚，这开枝散叶、绵延后嗣，便是头等要紧的大事。谨遵娘娘教诲，兰姨回府后会与夫君好好商议，以期早日让娘娘得闻佳音，以慰辞怀。好了，你们小两口自己回去琢磨吧。大人，夫人。夫君可想要孩子？夫人是什么打算？夫君待我有尊重，有护持，即便始于算计，也未曾真正轻待过我。若往后岁月，你真能如我所求，只有我一人，我自然是愿意为你生儿育女的。只是，不是现在。一来，眼下局势未明，危机四伏，此时孕育子嗣，对你我对孩子皆是负累与风险。二来，我读过些杂书医典，也私下问过可靠的女医。女子年少身体未丰，过早生育于母体损耗极大，待过2年，身体长成，根基稳固些，于大人孩子都更安稳。既已决定与展少共赴这场前途未卜的婚姻，总需有人先向前探出一步，递出些许真诚。你倒是敢说，你的顾虑不无道理。眼下时局确实不宜，只是何时言辞，终究由我定夺。好，都听展大人的。明明心里已松动，偏还要端着这副傲娇架子。谢兰英，你倒是很会听我的话。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夫君与我的尊重，我自然都会好好记着。每一次看似柔软的试探，都能精准搅动我藏在冰冷秩序下的暗流。府里的事，你既已立了规矩，便按你的意思来。至于宫里或旁人想塞人的心思，你既已用我的话挡了回去，便挡到底。若有不知死活的，再伸手。婢子汤药不必再服。是药3分毒，9服伤身。婢子的事，我来安排。他竟能为我做到这一步，不是默许，是直接把这或许招致非议，也本不该由他承担的责任揽了过来。完了，我真的有点喜欢上他了，怎么办？他似乎格外喜欢把脸埋进我境界。我对展大人可谓一见倾心。那句话至今难辨几分真意，但至少他从不排斥我的靠近。京城第一才女，兼之淑色无双，如今这般真切的依偎在我怀中，是否也算我展硕独一份的殊荣？这是蜀地的做法，叫水煮鱼。夫君尝尝，看可吃得惯这麻辣。不错，他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从何处习得这般属于市井名菜？辣得厉害吧？配这个试试。水煮鱼配冰镇酸梅汤，
一热一冷，一烈一柔，才算相得益彰。饭菜很好，你喜欢便好。那水煮鱼可合心意？甚好。此后不必如此费心。费心？夫君莫非是怕我蓄意讨好？是又如何？不如何？为夫君费些心思，我乐意。大人，属下有紧急情况，需立刻禀报。何事？我有急事处理。小姐，起来说话。让你查的事如何了？属下追溯指挥使大人早年行迹，官方明面记录干净无瑕，父母早亡，孑然一身，直至投军。但干净的过分了，他15岁前几乎一片模糊，这不合常理。属下核查边军粮饷赏当，比对发现斩硕军奉赏银大多未留存花费。钱去哪儿了？另有一事，属下探查得知，展府深处有座外寺荒废的独院，暗哨机关布防，竟重于书房粗苦。看来那院子里是他的牵挂了。小鱼，跪！没事了，没事了。仔细守着，他醒了，立刻熬一碗安神汤送来。是大人，老奴明白。一个清晰的行动框架，必须尽快建立。知摸清家底，了解事情，信息是任何决策的基础。注：身体是本钱，必须进行体能训练。我还得拥有保命手段。力，我必须能离了谢氏女或指挥舍夫人这等虚名，依然能让我活得很好的底牌。明日起，你们陪我一起按这个计划训练。计划诸多条目前所未见，细观却逻辑清晰，循序渐进，兼顾力量、耐力、柔韧与反应，思虑周全至极。主子竟能短时间梳理出这般完备精妙的方案，属下遵命。夫人近日都做了些什么？回大人，夫人前日在看府中的账册，之后便会了这张表格。这是夫人你的？新夫人竟有如此化繁为简的巧思。从这个月起，流水部分也照这个思路重新理一遍，按老规矩加密。是，大人这是认可了夫人的法子，足见其分量。除此之外，夫人这2日似在锤炼体魄，并且还在琢磨酿酒之道。夫人醒了，今日可想出门走走？我陪你学。我想学骑马。骑马？这是云锥，性情温顺，最适合初学者。先学上马，我示范一次。左脚踩蹬，右手扶鞍筐，借力起身过。记住，腰腹发力，莫要全靠手力。沉肩。看来夫人是学会了。驾！受伤没有？没有。你呢？我们回去。好。大人，弩是改制，但制式被磨去。箭矢淬毒，来自苗疆一带，黑市偶有流通，来源混杂。那2具尸体从皮肉看得出常年劳作习武，指甲留有铁锈，火油碎屑，应是久居作坊或船屋之人。作坊传物，西南毒物改制军弩。继续查，重点放在京城内外各大船行铁器坊，以及与西南有药材或矿产往来的商号，动静小些，莫要打草惊蛇。是。岳父大人，岳母，贤婿快请，一路辛苦了。银儿，这是你表哥廷书，你舅舅驻守边关，心中挂念，便让你表哥代为走一趟，看看你。林廷书，舅舅的独子，记忆中他不肯从军，反倒去做生意，生意做得极大。
我正愁没有资金流，这可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这位就是展大人吗？果真一表人才。许久不见，郎英表妹已是风华耀目，叫人不敢认了。表兄丰台更胜往昔，郎英也是十分欢喜。孙女儿孙婿，给祖父请安。起来吧，继承家就当互敬互爱，谨遵祖父教诲。硕哥如今执掌北司，位高权重，真是年少有为啊！说来惭愧，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一辈子恪守人辱之道，反倒不如硕哥这般，雷厉风行，更能得圣心眷顾。堂叔此言，请恕直系不敢苟同。夫君蒙圣上信重，担此重任，所行所为，上为君分忧，下为百姓除害，凭的是忠肝义胆与一身本事。何须与只知通谈人辱、不通实务的迂阔之人相较？我谢家诗礼传家，祖父常训导，读书是为明理，是为济世。若读了一肚子书，却只学会了在自家宴席上对着为国事奔波劳碌的亲人阴阳怪气、暗戳戳的贬损，这书怕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堂叔，您说是不是这个理？你这妇人！今日谈奸之事，让你见笑了。堂叔快言快语，展某并未放在心上。兰英那孩子是老夫看着长大的，他虽自幼受规矩教导，骨子里却有傲气，甚至比寻常男儿更甚，绝非唯唯诺诺的深闺若素。今日堂间，他这般不管不顾、锋芒毕露的维护一个人，自他及妻后，老夫还是头一回见。看来贤婿你很得他眼缘。夫人性情中人，爱憎分明，是展某有幸。展指挥，老夫知晓，你也许对这桩婚事的由来有所不满。陛下允了这桩婚事，其一是为了制衡沈家，敲打齐王；其二也是为了借你这把刀，敲打我们这些倚老卖老的世家臣子。但无论这桩婚事缘起为何，只要展指挥真心待兰英丫头，谢家都将站在你们身后。这是老夫的态度，也是谢家的态度。她既是展某明媒正娶的夫人，那么他在展某身边一日，展某便会护他一日周全，与他一日尊荣。好，记住你今日所言，兰英便托付给你了。前日北郊马场之事，老夫已得悉。刺客之事，你可有线索？线索零碎，但指向明确，非江湖亡命，乃圈养的死士。且这背后之人，财力物力，手眼通天，凶器是改制军弩。毒药来自西南，且死者身上带有传物作坊的痕迹。西南传物，沈家3年前是否接手过南边的漕运与部分军器督造？祖父大人对朝中事务果真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们锦衣卫正在查沈家，这封信里的东西或许对你有所助力。谢家一向中立自保，极少主动卷中唐征，今日竟肯将如此重要的把柄交给我。沈家这段时日动作不断，甚至敢将手伸到我谢家新姑爷的马场上，真当我谢家是好欺负的吗？放手去查吧。听闻表兄这些年行走南北，经营颇广，不知主要涉足哪些行当？无非是些南货北贩、北吴南游的俗事，见些风土，赚些辛苦钱罢了，比不得京中世家底蕴。表妹怎么对这些感起兴趣了？表兄过谦了，能将生意做得通达南北，这份能耐已非寻常。看来表兄手中商路颇广，门路极通，尚可支撑罢了。那表兄走南闯北，想必对酒之一道可有兴趣？酒，大宴的酒市早已被几大皇商和百年老字号瓜分殆尽。若是寻常的果酒浊酿，怕是很难插得进酒。墨雨，这酒竟如此清澈，好烈的酒，纯度极高，力道极猛，香气却纯粹霸道，入口如刀割，入腹如火烧。我平生所饮南北佳酿，无出其二。表兄觉得此酒若在市面售卖，一坛价值多何？寻常的好酒，10两银子已是价高，可若依此酒品之论，定价50两一坛，识货之人也未必嫌贵。若能运作得当，
每月只出寥寥数坛，将其捧为仙酿御品，非达官显贵或豪富巨户而不能得，80两甚至100两一坛也有可能。此酒由我独家秘法酿造，除了我，世上无人能知。我可将酿酒秘方交于表兄，但此后表兄经营所得每月的净利润，我要抽取20%。表兄意下如何呢？这等价值连城的秘方，店妹当真敢直接给我？你就如此信我？不怕我卷了方子翻脸不认人？有何不敢？表兄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做生意求的是长远，绝不会做杀鸡取卵的蠢事。好，表妹既然痛快，我林某也绝不含糊。这生意我接了。我在京城杏林街只有一处3进的小院，极为隐蔽。此番在京，我便歇在那里。这之后，表妹若有指示或是商议酿酒之事，派人到此处寻我即可。夫君，帮我摘一下头面，压得脖颈都有些酸了。好，自打那次亲手为她簪上雷击木簪开始，解簪卸环这些原本该由丫鬟伺候的活，她越来越习惯交于我来做，而我竟也毫不排斥。你那堂主虽言语刻薄，但在清流中颇有声望。今日你当众给他难堪，就不怕今后他寻机刁难你，或是在外散布对你不利的言论？他能散布什么？说我悍妒护短，目无尊长，那又如何？我是锦衣卫指挥使夫人，悍妒些，护短些，谁敢当面说道？你倒是豁得出去。夫君值得。明日我要随圣驾前往西山围场。皇家秋猎，一般这种场合，官眷不是都要去凑热闹的吗？此行需要女眷陪同吗？你愿意去？看大人需要，大人的场子我自然是要捧的。这次不必。围场之中，我的职责重在护卫圣驾与排查隐患，并非随时游猎。你若同去，我怕我分心。要去几日？约莫7、8日。接着，刀明断水，云铁锁住，削铁如泥。听说你近来也有新习武，拿着防身吗？我初学乍练，连花拳绣腿都算不上，用这般神兵，怕是糟蹋了。夫君还是收回为好。你在围场护驾，比我更需要它。给你，便用着。东侧加2名暗哨，换班时辰错开。是。巡逻路线再查一遍，任何人不得靠近御帐20步内。是。都安排妥了。回皇上，方圆3里内皆已布控，万无一失。朕听说你与新婚夫人相处得颇为融洽，承蒙皇上天赦赐婚，臣感激不尽。谢家诗礼传家，清流典范，最是敬重皇上。谢氏女秉承家风，温之知礼，与臣自是恪守本分，互为敬重。那便好。谢家那丫头没因这婚事心存怨斗便罢，否则倒是朕乱点了鸳鸯谱。皇上言重了，雷霆雨露莫非天恩，谢氏与臣唯有感谢。你也算成了家，立了业，既已成家，子嗣之事也该上心了。早些开枝散叶，方能家宅稳固，于国于己皆是好事。臣谨记皇上教诲，谢皇上关怀。展硕，你是朕最为倚重的近臣，肱骨之心。朕从未怀疑，这婚姻既是朕所赐，自盼着你2人和美。不过，若那谢氏女不识大体，不堪为良配，或是心存意念，不肯安心与你度日，你也不必委屈自己。届时禀明于朕，朕再为你择选贤淑女子，赐予你为侍妾。臣谢主隆恩，皇上体恤，臣敏感五废。内宅之事，臣自会妥善处置，必不敢以此等微末之事烦扰圣庭。罢了，退下吧。围场之事还需你多费心。臣告退。赐婚是恩，也是试探。
黄德海，你说展硕这门婚事，朕是点对了还是点错了？陛下天恩浩荡，亲赐良缘，此乃展指挥馆天大的福分，更是谢家满门的荣耀。老奴愚钝，见识浅薄，岂敢妄议天家恩典？陛下圣心独觉，所赐自是极好、极妥当的。谢家清流领袖，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斩烧是朕手里最快也最利的一把刀。刀用好了可披荆斩棘，用不好，或是伤了握刀的手，或是反过来成了别人的利器。臣见过殿下，展指挥使辛苦，安坊布置的滴水不漏，父皇与众千方能安心游猎，尽兴而归。此乃臣分内之职，不敢言辛苦，殿下过誉了。此番围猎，展大人未携新夫人同来，指挥使新婚燕尔，正是情浓之时，如此分开，倒显得皇家有些不近人情了。殿下说笑了，围场之事关乎圣驾安危，臣职责所在，不敢分心。内子宜深明此理。是了，谢家小姐自是识大体的。前2日听内史提及，对尊夫人的才强颇为赞赏。待回京后，倒可让他们多走动走动，女眷间也能多个照应。殿下与王妃美意，臣与内侍感激不尽。只是内子年轻，若有失仪之处，还望王妃殿下多多提点。好了，不耽误你巡查，围场安全系于你一身，万望仔细。臣谨记殿下叮嘱，恭送殿下。继续巡查。是。证据确凿，有什么可狡辩的？带走。放肆！原来是展夫人。下官北镇抚司赵明奉命办差，此人林廷书涉嫌强奸民女，苦主已告到衙门，证据指向明确，下官需将其带回北镇抚司详细审问，请展夫人莫要妨碍公务。强奸民女，若我没记错，依照我朝律方，此等风化案件，自有顺天府、武城兵马司或事发地县衙审理缉拿。何时轮到北镇抚司越俎代庖，直接上门拿人了？赵百狐，你奉的是哪一位大人的命？可有驾帖或缉拿文书？展夫人，北镇抚司办案自有章程，案情或有内情牵扯其他，非夫人所能知，还请夫人让开，否则下官为难事小。若是冲突起来伤了夫人，只怕大家面上都不好看。冲突？赵百户是在威胁本夫人。赵百氏，并非我不配合，只是这位林廷书乃是镇守边关的镇远将军林焕之之嫡子，你说他触犯律法，苦主何在？可有人证物证？诉状又在何处？缉拿朝廷将领嫡子所需的驾帖或特批文书，你又可曾出示？若什么都没有，我看今日谁敢带走他。赵明，拿个犯人而已，为何在此耽搁？这点小事都办不妥他。千户大人，并非下官不利，是展夫人突然赶到，执意阻拦，咬死我等程序失当，越权办案，下官实在难以用强啊。本官北镇抚司千户李直奉命查案缉拿嫌犯林廷书。夫人深明大义，当知国法森严，不容私情。赵百长或许言辞不当，我代他向夫人道歉。可夫人若再妨碍公干，锦衣卫办案，皇命特许，先斩后奏，亦非不可。李千户大人，好大的官威，好狠的手段！你啊！风月，只留一个活口。墨雨，把他弄醒，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他们的胆子动我的人。青影，属下在，你立刻去谢府面见我祖父，将此地发生之事原原本本的禀告他老人家，然后你去顺天府衙门击鼓报官。是。可是小姐，报官该如何说？就说北镇抚司赵百户、李千户等人假借公务之名，强闯我表哥林廷书私宅。适逢我前来探望表哥，他们见色起意，竟欲对我行禽兽之举。我为求自保，不得已出手反抗。墨雨，
属下在。你速去西山围场面见姑爷，将此地发生之事告诉他，重点告诉他，李毅已死于我手。现场已按意图侵犯官眷反遭击杀之项布置，另留有1名活口证人，现已带回。属下遵命。表妹，你今日之举，当真让为兄大开眼界，也无话可说。林某这条命，算是你救下的。夫人，饶命！饶了小的吧，小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已令人查过，你家中可有个老母？是。你放心，你母亲很安全。今日事发时你也看见了，那李千惠见色起意，欲对本夫人行不轨之事，对吗？此事性质恶劣，本夫人为求清白，为正国法纲纪，我已命人报官。若稍后顺天府或刑部来人传唤你作证，当如何说？你不妨想想，理应区区北镇抚司千户，不问缘由便拘押镇远将军嫡子，将军必会上书追责，届时用来顶罪安抚他的，要么是无从辩驳的李振，要么便是你们这些下属。夫人明鉴，小的方才被吓糊涂了。现在细细回想，赵百户他们今日行事确实蹊跷，哪有没有苦主对峙就强行拿人的道理？定是他们假借公务，实则想对林公子不利。恰好夫人您赶到阻拦，见夫人您便起了歹心，情急之下才失手。对，是失手伤了李千户，都是他们逼迫的。小的愿意作证。大人，木雨在外求见，正有急事。今日杏林街林公子私宅，李振带队强闯拿人，与夫人起了冲突，李振当场身死，夫人已布置妥当。夫人可有受伤？夫人无恙，你辛苦，但还需再跑一趟，立刻返回府中，告知夫人，京中书事依他原计进行，但务必谨慎，深居简出。眼下局面，守住府邸，护好自身，不生心变，便是头功。将此物交与夫人，府中护卫副统领赵琦认得此物，自即刻起需调动人手，夫人可凭此令直接吩咐赵琦。是，属下明白。另外，告诉他，刀用得不错，稳住，等我回去，属下必定将话带到。清风，你即刻带一队人，轻装简从，连夜回京，严密监控此案动向，尤其是北镇府门内部对此事的反应，以及沈家二皇子府近日可有异常，属下遵命。陛下，展指挥使在外求见，说是有要事禀奏。这个使者，让他进来。是。臣展硕叩见陛下。起来吧，围场夜寒，何事如此紧要？陛下，臣今夜接京中府邸急报，发生一事，臣妾为一求自保，随身护卫不得已，杀死了李治。究竟怎么一回事？详细说来。蠢货！李寻再不成器，也是北站府司的千户，竟然能被一个手无缚逼之力的心腹失手反杀！大人息怒，此事原是十拿九稳，谁曾想那谢氏竟敢有脸说十拿九稳？文道折了一个千户，文道黄德胜星夜回宫传旨三司会审，文道如今满城风雨，所有人都在盯着我们沈家。事已至此，去把首尾清理干净。是，大人。父亲，宫里是否要递个话？不必。太后那道懿旨将你妹妹从大皇子妃位上挪开，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她是在敲打我们沈家，莫要做得太大。至于皇后娘娘那里，暂且也不必让她知晓详情，更不必她参与。中宫如今自身亦需韬光养晦，过多牵扯都无益处。儿子明白。夫人，顺天府周大人遣了衙役来，请您和表少爷过堂问话。表妹这身选得极妙。彼此，表兄这身扮相也是恰到好处，颇有几分饱受无妄之灾的惊惶。待涉案人等上堂。林廷书，你且将当日杏林街私宅之中北镇抚司千户李治等人到来后所发生诸事，从头细细道来，不得有半句虚言。回大人，当日李真无令越权，强闯私宅，言语轻佻，步步紧逼。我表妹在混乱之中，为求自保，才不得已做出反击之举。且是李真与其手下先拔的兵刃。依你所说，李确对展夫人有越矩之举，且先行持械。回大人，千真万确。李真当时距我表妹不足3尺，言辞不堪，刀柄架在脖子上，在场众人皆可感知其恶意。众人，除了你与展夫人，还有何人？还有位赵理事，以及李治带来的其余锦衣卫。可惜其余诸位已在当时的混乱中身亡。将人带上来。赵明是北台府司力士，当日现场唯一生还者。你将所见所闻从实招来，若有半句虚言，绝不轻饶。大人明鉴，小人不敢隐瞒。这么热闹的场合，周大人审案，怎也不遣人知会本王一声？下官参见二殿下。
不知殿下驾临，有失远迎。只是此案正在审问关键人证，殿下您死的可是天子期的亲军，涉事的是镇远将军之子。本王关心此案进展。各路诸侯都来了，快给二殿下看座。二皇子此刻亲临，绝非偶然关心，他是来施压搅局，还是另有所图？赵明，这个你可认识？是家母。赵力士，此乃顺天府公堂，律法庄严之地，你只需将你所见所闻据实陈述即可。实话实说，便是最好的应对。大人明鉴，那日杏林街，李千户就是起了阴线。当时情形紧急，李千户他伸手想拉夫人，很多人都看见了。至于物证，混战之后现场一片狼藉。三位大人，李治纵然有错，亦是北战府同千户，岂能凭此人一面之词，便坐实其如此不堪之罪名？你声称李治欲行不轨，可有实证？除了你们三人之词，还有何物证？更何况现场精锐尽数殒命，唯余此一人存活，其言又可尽信，焉知不是有人联手做局，戕害朝廷执法人员，再编织此等污蔑之词？三位大人，这位所疑合情合理。妾身一介女流，骤逢此事，至今心绪难平。妾身只想请教几个问题。第一，北镇抚司拿人可有驾帖？可曾通知顺天府？李先户言我表兄涉嫌强奸民女，敢问苦主何在？证据何在？第二，若真是公务，李千惠见到妾身在此，表明身份后当如何？是应更谨言慎行，避嫌退让，还是如当日那般口出秽言，近身相逼？此等行径符合哪一条朝廷法段？哪一条锦衣卫章整？第三，你质疑本夫人等做局，请问我与表兄如何能为国先知？算准李千武会在那时那地以那般荒唐的理由前来。来人，即刻派人前往北镇抚司，调取昨日所有签发的假帖，行文抵弹，并询问可有相关苦主报案记录，务必查清有无正式公文依据。遵命。周大人不必麻烦了。昨日正是冯某在北镇抚司轮值，自陈监制事发，北镇抚司未曾开发过任何假帖，亦无针对林公子的立案文书或缉拿行径。各处接案记录，冯某也已亲自核对过，并无苦主报案。三司会诊案情已明，或原由北站抚司千户李治妄为而起，其无公文无乃堂，擅带兵闯入兄侄私宅寻衅，激化冲突，谢氏自卫反抗，情理皆无过错。诸位可有异议？三位大人，小女兰因与廷书皆是晚辈，此番无端在宫惑，屡受急问，名节蒙污，老朽身为长辈，心痛万分。老朽只求三位大人据实上奏，恳请陛下明察，严惩凶徒，肃正国法，为两名晚辈洗雪冤屈。谢阁老言重了，下官等皆有所见。今日审问为求真相，还以公道。本官等将你奏章上禀天听，所有涉案人等恭候皇上圣裁，退堂。醒了？回来了，怎么不叫醒我？看你睡得沉，醒来就能看到你，真好。想我了？你想我了吗？是，我也想夫人了。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无端镇抚司千户率众擅闯官眷私邸，严刑施检，着即剥夺其一切官爵封赠，追夺恩赏。镇远将军林涛之子林廷书勤勉本分，无辜遭此无妄之灾，朕心恻然，特赐白银1000两，贡缎20匹，以示抚慰，安忠良之后。臣子林廷书叩谢天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锦衣卫指挥使展硕之妻谢氏系出清流，新婚燕尔及逢此惊扰，损及清誉，朕亦免之，特赐东珠1夺，公绸30匹，玉如意1柄，压惊安神，以全皇家赐婚体面。臣妇谢氏叩谢陛下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为何不赐我白银1000两？那玉如意也不能换银子，要来何用？这皇帝真可恶！锦衣卫指挥使展硕御下不严，致使麾下出此败类。着罚俸半年，以示惩这。然念其多年勤敏，素有功绩，特指令其戴罪立功，彻底整治北镇府部。望尔深刻反省，竭力办事，勿负朕望。臣展硕领旨谢恩。钦此。
臣等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指挥使大人，陛下对您寄予厚望，这整治之事还望大人尽快着手，做出实效。有劳公公传达圣意，展某明白，定不负圣恩。夫人，林公子想要您一见。你我之前商议的那份合约已拟妥，表妹请看。买断金额、分成比例、保密条款、违约细则。林廷书做事确实稳妥，条理清晰，毫无模糊之处。合约本身并无问题。表妹可还记得，那时你年方10岁，姑母带着你曾在我家中小住过一段时日。那时你就如鸟出伏龙，活泼得很，不仅有些顽皮跳脱，小脑袋里更常有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奇思妙想，做些我们见所未见的小玩意儿。只是后来回到谢府，你便又成了龟行鬼步的世家闺秀，那些灵慧机搐倒像是藏了起来，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那样的你了呢。现在才觉得你好似没有变过。10岁性格大变，奇思妙想，小玩意儿，难道原主竟也是穿来的？表兄说的是，幼时许多事不知怎的，记忆都有些模糊了。的确久远了，你那时还喜欢捉弄康郡王。罢了，旧事不提。回门那日见你与展指挥的相处融洽，想来你早忘了那些知识戏言了。表妹，我后日离京，在此祝贺你与妹夫百年恩爱了。林廷书说的康郡王，还有什么质子戏言？原主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阿姨，阿姨，真的是你！我刚从江南回来，没想到竟在此处遇见你，真是太好了。夫人，郡王，此处不便，请随我上楼一群。阿英，我离京时听说了你与锦衣卫指挥使的婚事，若你有一丝不愿，我虽力保，也定当设防。郡王慎言！我的婚事乃太后娘娘与陛下亲自赐婚，天恩浩荡，门当户对，何来逼迫之说？郡王离京日久，恐是听信了些不实的传言。好痛！为何心口会有一阵阵绵密而尖锐的抽痛？这剧烈的生理性反应竟如此真实，如此强烈。原来原主谢兰英真正放在心上的人是他。那么此刻这心如刀绞，几乎要落下泪来的冲动，是这具身体残存的深刻的情感记忆吗？原主的魂魄难道并未完全消散？还是说这仅仅是烙印在血肉深处的本能反应？兰英，你可知我离京前你过得好吗？他待你可好？大人，您看，夫人在那儿。那男子的侧脸与气度，是康郡王轩辕穆青。原来是康郡王。郡王出京办差，今日方回，便在此巧遇内子，倒真是缘分。郡王与内子叙旧，本官此时前来，是否打扰了？展指挥使，穆青偶遇尊夫人，不过寒暄2句，问候旧时，谈何打扰？有劳郡王挂心，我如今一切安好，夫君既已寻来，此处叙话也毕，我们回去吧。今日偶遇，穆青便放心了。告辞。郡王，告辞。脸色怎么这么白？大人希望我如何回答？见了不该见的人，听了不该听的话，所以心虚气短。我要听到真话。方才见你脸色苍白，气息不稳。谢兰英，你对这个男人到底还有没有旧情？哪怕一分一厘，是早就忘了，还是至今未忘？说。小姐，退下。你的身手路数很怪，也不是寻常江湖把式。
我也没说我只会女红。你究竟还瞒着我多少事？展硕，你要求我坦白之前，你的呢？夫君，你若说你吃醋了，我就告诉你，我们明明同坐一辆马车，明明肌肤相依，明明共担着风险，可你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审视和猜度。展硕，每天都生活在你的审视底下，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若非你行迹可疑，又何须如此？大人，夫人到了。谢兰英，你记清楚了，你如今是我展硕的妻，你的眼里心里只能装该看的人。这个男人外壳这般冷硬难看。夫人，晚膳端进来了。放桌上吧，我这就来。夫人，姑爷那边给他端到书房去。是夫人。对了，夫人，今日是6月初2，府里按例备了些饺子，厨房问您。6月初2，4月14我穿入这具身体，至今正好是第49天，七七之气。清代，晚膳撤了，立刻去叫青影置办香烛纸钱，再让莫仪备3匹快马，趁城门未关，我要出城。大人，夫人带领2名侍卫已经出城。细雨，即刻点1队精干人手，暗中跟随护卫。属下领命。你们在外面守着，任何人不得靠近。是。今日是你七七之期，我不知因何机缘占了你的身体。你若心有不甘，想取回，我今日便还给你。你若已无留恋，要入轮回，便安心离去吧。你放心，既用了这具身子，谢家老小，我拼死也会唬住。陷害你的真相，我也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还你公道。只是我已嫁作展家妇，有我自己的路要走。你与轩辕穆青的过往情分，我给不了，也不会给。一路走好，原主谢兰英。青影，慢些。下马。保护小姐。小姐。莫雨。走，你们2人一起。小姐，走。好俊的身手。小姐，城门关了。上马车。带他去治伤，用最好的金疮药。青影跟着去。
可有受伤？没有，血都是别人的。先回房，把衣服换了，我在书房等你。不，小姐，备水，我要沐浴。是夫人。夫人，您这背……别大惊小怪，淤血而已，一会儿帮我上药揉开便。白芷，夫人，奴婢在。你去书房一趟，告诉姑爷，就说我今日乏了，身上也有些不适，有什么事儿明日再说。去吧。是，夫人，奴婢这就去。夫人3人遭遇10名刺客伏击，以匕首近身搏杀，毙1人，伤2人。那个在我面前时而狡黠，时疏离，时而柔顺，时而倔强的女子，在生死关头竟展现出如此冷厉悍勇的一面。大人，夫人身边的侍女白芷求见。让她进来。奴婢白芷见过大人。何事？回大人，夫人让奴婢来禀告大人，夫人今日实在乏极了，身上也略感不适，恐无法前来书房。夫人说，若大人有事，可否容明日再议？那不是疲惫，更像是某种抽离之后的空洞，或者是决心已定后的沉寂。他在推开我，让他好生歇着，明日也不必急着早起。是，奴婢告退。可用过晚膳了。上尉在等大人。我去冲洗一下，你让人摆饭吧。这是魏多斋的招牌菜，他们家的酱鸭。想着你或许爱吃，便让清风回来时顺路买了一只，尝尝看。他在讨好我。味道不错。墨雨的伤势，王大夫晚间又回禀了一次，说恢复的不错，用的也是上好的金疮药。有劳大人费心，昨日匆忙，还未谢过大人及时援手，开启城门。分内之事，京郊近来不太平，你日后若要出门，多带些人手，或者提前知会一声，我可安排我。多谢大人关怀，我自有分寸，也会多加小心。阿银，能说说你昨夜去哪里？是去做什么？我去那里是为了做一个了断，那里是我醒来后第一次真正为自己搏命的地方，把那个只能任人宰割的谢兰英彻底留在那里，把不该影响我的执念也一并送走。夫人，烧了什么？我的琴，以后我不会再弹琴了。所以就该杀人了？这样不好吗？难道现在这样不是更符合锦衣卫指挥使夫人该有的样子？以后想去哪里，告诉我，我陪你去，别再一个人冒险。不早了，歇息。你准备在这里睡？我怕你仍不喜我亲近，分房而眠，若让下人窥见，难免说出闲话，与你忍受不了。倒也不必如此，你明日还需早朝，若睡不安稳，精神不戒，
反误正事，直接上来吧。多谢夫人体恤。近来天气渐热，你盖这个吧，厚重了怕你睡不踏实。夫人，这匕首怎么放在此处？你不在时放在这儿防身。你不在时放在这儿防身，也就是说，我在的时候，你信我能护你周全。小姐，有人指明将这个交给您，是康郡王府的人。为何要收他的东西？属下见那日小姐与康王言，你以为我还心系于他，属下知错，请小姐责罚，且来说话。青影，你以为此人如何？康郡王温文儒雅，如沐春风。既是如沐春风，更以知礼守节。明知我已是嫁人，名分已定，却暗中递信，这春风吹得有些不合时宜。属下糊涂，请主子责罚。行了，快起来，我并非责怪你，只是日后须得更警觉些。青影，你亲自跑一趟，去见大人，将这个匣子当面交给他。是，告诉他一观便知，请他自行斟酌处置。若需要我配合，必可。是，小姐，属下明白，即刻去办。夫人还说了什么？回大人，夫人说此事请您自行斟酌处理，若需小姐配合必可。若需配合亦可。你家小姐倒是会推脱。算着时辰，她该到了。展大人，那人身子不适，不便赴康郡王雅约，展某带他前来。康郡王有何指教？尤其是展某的那重要秘密，不知展大人前来令其可知晓，又或者他是否已看到了本王送去的信件？展大人可还记得10年前北境落英剑那一役？大人一定认识此玉佩吧？侯爷让我告诉你，关于令妹之事，他心中确有怀疑之人，然对方行事周密狠辣，几乎抹去了一切痕迹，他亦未能找到确凿证据。单凭一枚旧物，就想让本官相信安远侯尚在人间，信那10年血河，皆是虚妄。展指挥只心生怀疑，情有可原。望你知晓，侯爷并非不想见你，而是不能见。他隐姓埋名10年，并非苟且偷生，只为等候时机，昭明真相，告慰忠魂。展大人你，便是他选中的执刀之人，因为你我一样，都是要复仇之人。你执掌北镇虎部，有彻查天下阴司之权。这也是侯爷的诚意。沈家私铸军械的玉图，还有近3年招兵买马的账册，都在里头。3天后此时，西山猎场岔道，沈家有一批军械要运去冀州，届时指挥使只要例行巡查，恰好截获。再搜出这批证据，那便是人赃并获。说什么侯爷的诚意，恐怕是殿下想要借刀杀人吧？想让我相信这些，就请王爷他亲自来见我。展大人，信与不信都在你一念之间，3日后去与不去也在你一念之间。事成之后，侯爷自然将一切真相告知大人。陆文昭未死，落英剑一役前，我明明已将警示道给侯爷。以侯爷之能，又怎会全军覆没？若陆文贤未死，若有怨意，真相究竟是什么？走，过去看看。姐姐，我怕。这轮廓，这眉眼，竟与展少像了7、8分。不怕，姐姐在。姐姐送你回房，可好？咱们回去换身干衣裳，喝点热汤。不去，疼。那去姐姐那儿，姐姐那里没人敢欺负你。你这样淋雨会生病的。乖，
跟姐姐走，好不好？小姐，别动。好，不要这个，咱们就不要。姐姐扔得远远的，好不好？这种天气，他一定会出事。前他跳进荷花池，捞上来后烧了7天7夜，可现在他竟然这么安静。夫人，你能按住他？青鹿，把回正月的耳目全清了，一只鸟也不许放过去。小姐，您的脸得赶紧上药，不然要留疤的。没事，把药膏和烈酒拿来，我先处理他的伤。他有点发热，叫王大夫过来瞧瞧。还是你有别的人选？我这就去叫。偶感风寒，热势不重，照料得及时。若小姐不肯进药，且先让她安睡，醒了多饮热汤便是。夫人，让奴婢给您上药吧。我来。别动。夫君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他叫詹小鱼。是我的同胞妹妹。我父母走得早，从小便跟小鱼相依为命。她刺绣手艺极好，有一阵子全靠她那双手养活我俩。我10岁上山打猎，被狼咬了，重伤不起，是她守着我，一针一线绣了3个月，换药喂饭，把我从鬼门关硬生生拉回来。后来我入伍，进了安远侯麾下，侯爷器重栽培我，日子慢慢好了。有了钱，就在皇城脚下置了一间小院。我以为这样就安全了。那日，陆浩然来院里找我，看见了我妹妹，惊为天人。我妹妹也看上他了，她躲在帘子后头，绣着帕子，耳朵却红得滴血。可我知道他是什么身份，陆浩然又是什么身份。堂堂侯府嫡子，怎么会娶一个亲卫的妹妹做正妻，上赶着做妾？我展硕的妹妹没有这样轻贱的。后来他又来过几次，我没让小鱼出面，他看出来了，便不再来了。小鱼为此哭了一整晚，把给我绣的帕子剪得稀碎。我跟陆浩然也算是过命的交情。当年在漠北，他替我挡过剑，我为他杀过狼，冰壳里相互背过命。我以为此事就此终了，没想到小鱼后来在一个雨夜被人掳走了。等被送回来的时候，人就已经疯了。太监拿着证据告诉我伤害小鱼的是陆浩然，他爱慕小鱼，也并没有放弃小鱼。我不知晓那个晚上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小鱼这些年病情一直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坐角落里沉默不语，坏的时候认不得人，见人就咬。我只能将他绑起来灌药，关在东角门的院子里。那后来洛阴天一役，我心中的确有恨，可那是侯爷待我如子侄，栽培之恩未报，我怎能因一己私仇，眼睁睁看着侯爷和8万护国军去送死？你去报信了？可不知缘何，洛阴剑一役，8万护国军一个都没回来。
可安远侯是老成谋国之人，怎么可能死得这般轻率？夫人，你也觉得他有没死的可能吗？不无这种可能。我今日去见了轩辕穆青，他的确说侯爷没死，且将沈家的罪证交给了我。夫人以为去还是不去呢？他们在借刀杀人，他们算准了我不会拒绝，风险很大。若那批货是空的，那便让他知道拿我夫妻做棋子的代价。杨千户，这是向大人来的正好，这案子太大，一人扛不住，同去面圣如何？同去，先报指挥使大人定夺。进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皇子结党营私，私藏军械，意图不轨，贬为庶人，永进皇城。大皇子竟被废了，连皇子都保不住，沈家这回是真完了。沈文渊父子私囤军械，暗养死士，罪证确凿，打入死牢，秋后问斩。沈文渊纵族为祸，革去官职，勒令告老还乡。沈家权倾朝野10几年，竟一夜就查了。凡替沈家招兵买马、私通军械者，即刻押赴菜市口斩立决。从前谁敢说沈家一个不字？如今连收尸的都不敢靠近。沈氏余族老弱文入，旁支远亲一并流放塞北3000里外，永不得返京。沈家倒了，朝堂上的位置总不能一直空着。北镇抚司、户部、兵部都是要害。陛下这是借沈家的血重新洗牌，知道就好，别多嘴。夫人，沈家没了，全没了，就一夜的事。姐姐，没事。父亲、母亲，儿子携妻谢氏来给你们磕头了。谢兰英，谢谢你，娶了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报。展硕。那你就好珍惜。大人，密信。轩辕穆青派人传了信，此时我去见陆侯爷，府内不知是否有变动，你需撑住这府门。我撑得住，你只管去。来了，这声音，陆文昭，你恨我吗？请侯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伤害我妹妹的人究竟是谁？展硕，将你的目光往上看，
你就知道是谁了。此人受万人敬仰，受万人跪拜。先帝在时曾随口问我，几个儿子里谁更适合坐那把椅子。老夫那时直脾气，说亲王轩辕文翰性子最像先帝。哪知这句话飘进了当时还是皇子的轩辕陈浩耳朵里。后来先帝驾崩，轩辕文翰暴毙。你可知当年那个拿着假证据去找你的太监，为何能精准拿捏你的软肋？因为他早就是轩辕陈浩的人。从你妹妹被掳的那一夜起，你就落进了他的棋局。夫人，这可怎么办？夫人，小鱼姑娘快伤着自己了。小鱼，我是姐姐啊。青莹，速叫王大夫。是。夫人，这眉眼和那位太像了，难道是当今那位？青莹、风月，今晚之事一个字也不许传出去。黄德海，陛下，沈文渊被打入死牢前，哭着喊着说是被展硕构陷，那些证据都是展硕提前准备好的，你以为可信吗？回陛下，老奴以为那是沈文渊临死前的攀悟之词。展硕此人忠心否？展指挥使10年来御前听命，毫无懈怠。10年了。